半月前，董林来见我们家老爷，我远远地听着，听他喊要波兰人头。波兰人头是什么？人间至宝啊！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几次，能给他吗？你看，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。说废话！不，你可别误会。那后来呢？数日之后，斗灵拿着他的金灵剑，苦苦相逼。我可怜的老爷被逼无奈，才用袖剑杀了他，把他赶了出去。袖剑，就是刚才那只。是，那是老爷的防身之物。那这件事情就清楚了。董灵所求博兰人头无果，于是呢就在暗示盗宝，结果被金满堂发现。董灵武功高强，掐死了金满堂。金满堂在垂死挣扎之际，射出了带毒的袖剑。人证物证俱在，结案。来啊，把尸体抬出去。是。老爷，现在起，元宝山庄由监察司处理，其他闲杂人等全部赶出去。哎，这又不是你家，凭什么听你的？金员外求助朝廷在先，监察司处理此事理所当然。带走。嘿，慢着啊！在座的所有人也都不能走，不然这个凶手跑了，该怎么办啊？哼，董灵已死，还上哪儿找凶手啊？哼，既是盗宝，既然两个都死了，我问问你啊，那博兰人头哪去了？别忘了，刚刚那个盒子也都是空的呀。莫非这盒子里的东西长了个脚，自己跑了？除非有另一种解释。还有第三个人，这第三个人才是凶手。门窗都是从里面锁着，况且还有方公子的牵灵阵。若是真有第三个人，那他是怎么出去的？宗正指挥使还真是会小侠大鱼啊！你这么说人家听不懂，我帮你翻译一下，就是骂你蠢。密室杀人案发生的还少吗？你可别忘了，被你无辜杀的玉秋霜尸体，不就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吗？哼，你也别生气啊。况且呢，你们不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吗？何事？鞋。鞋？金满堂的鞋啊，他只穿了一只鞋。他们搏斗之时慌忙掉了一只鞋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个金满堂啊，穿的不是钱口履，而是马靴。大家也都知道，这个马靴平时穿都比较麻烦，怎么会因为打斗而跌落？再说了，如果金满堂被董灵掐住，他拼尽最后力气射出袖剑，董灵又因躲剑而死，那足以证明两个人是同时死亡的。我特别想问问你们，金满堂的另一只鞋又是被谁脱了呀？这……我知道了，必定是有第三个人，在密室到处寻找门钥匙，所以才会在金满堂全身上下翻找。没错，金管家，我也请问一下，昨天晚上你家主子是何时回的房呀？我记得是在戌时，我送老爷回房安歇，看着他打开了牵灵阵。当时房间并无他人，那这就奇怪了。牵灵阵是我亲自设下的，这董灵还有第三个人，是如何进出的呢？你看，此案还有诸多的疑团未解，宗正大人，怕是还得再查清楚了。如此看来，必须查清来龙去脉，才能还两个死者以公道。